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踪迹的？我这风云幡绝对可以瞒过你们的神识。这句话我可以告诉你们。从天上传来了一声懒洋洋的娇媚声，这声音让黄师叔心中一凛，急忙望去，只见一男一女两人正从天而降。男的一头白发，却干瘦的皮包骨头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。女的娇艳如花，细腰丰臀，一举一动无不动人心魄。韩立在这两人身上略一扫过，心里就暗暗叫苦，竟然同时出现2名结丹期修士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红粉骷髅！黄师叔一见这2人，瞳孔猛然一缩，郑重之极。接着他未等对方回复，就猛然一晃风云幡，顿时白色的雾气消散了，韩立等人也显露了出来。对这位黄师叔来说，现在面临强敌，自然也顾不得韩立等失职。哼，没想到这位道友倒也认得我们夫妻2人呢，这可不公平。你知道我们夫妻的来历，我们对道友却陌生得很。不过听说黄风谷有个冷冰冰的家伙，有件叫做风云幡的法宝，很有意思，不会就是阁下吧？那娇艳女子笑吟吟的，仿佛一点敌意都没有的模样。可是见到此女娇笑如花的模样，韩师叔却神色冰冷，只是一语不发地瞪着对方。真没情趣，杀了他吧。女子见黄师叔这般模样，把小嘴微微一撇，忽然脸色一变。好啊，师妹既然要他性命，我自然会效劳。那骷髅嘿嘿一笑，阴森森的。与此同时，韩立等人的耳中同时响起了黄师叔的声音：一动手马上突围，能跑几个算几个。黄师叔的声音一点感情也没有。随着声音传出，黄师叔手中的风云幡顿时发出了刺目的黄光，接着光芒一缩一丈之间爆裂了开来，顿时比先前更浓密，面积更大的一片白雾从幡上疯狂涌出，转眼间将敌我之人全都罩在了其内。找死！雾气中传来了骷髅之人的怒吼声和娇艳女子怒极而笑的媚音，接着几下巨大的轰击声在雾气中响起。显然黄师叔已和2位结丹期修士交上了手，韩立等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逃命的机会。几乎在雾气再次出现的同时，黄风谷修士们急忙玉气四散而逃，韩立更是倚仗神风舟的急速，就往上方飞天而去。这上方的修士最多也最密，不过法力明显要比其他几个方向的敌人弱了一些，韩立觉得从此突围较为合适。可是和韩立有同样想法的人明显不多，大部分的同门还是朝那些拦截之人较少的方向遁去，让韩立看了直摇了摇头。眨眼间，韩立就趁着混乱连过数人，已冲到了包围圈的边缘。此地雾气已淡了许多，魔道修士也模糊地看到韩立急冲的身影。不过因为青火杖的缘故，入他们的眼自然是一大团青红色的浓雾而已，这让他们为之一愣。但马上附近的3名魔道修士同时手上一扬，一道金光，3道黄光，以及一大片黑气向着韩立迎面扑来。韩立哼了一声，手指一点身前的龟壳法器，龟壳立即胀大了数倍向前迎去，同时脚下的灵力再次狂注入法器，令神风舟速度一提，竟又快了3分。他早打定了主意，现在可不是纠缠缠斗的时机，因此宁愿多耗费法力，也要争分夺秒先脱身再说，否则等其他敌人围上来，他想跑就来不及了。而且他对龟壳法器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毕竟其坚硬犹在白灵盾之上。就在韩立心念转动之际，龟壳法器和金光黄光顿时碰撞在一起，果然将他们硬生生地挡了下来。可那剩下的那团黑雾却灵机之极，忽然间一分为二，不和龟壳法器硬碰，反而从龟壳法器的两侧一下划过。虽然略耽误了些时间，但仍能冲到韩立身侧，化为了一个2-3丈大的巨大鬼头，狠狠地冲着神风舟上的韩立吞去。韩立见此，不但不惊，反而心中冷笑一声，接着单手一抬，上百颗火球脱手而出，瞬间将鬼头撕裂得粉碎，
现在的韩立对付这些初级的魔道邪功可是大有经验。趁此机会，韩立扑哧一下从不成形的鬼头中间一闪而过，瞬间冲出了包围圈，将那几名魔道修士甩在了后面。这几人没有得手，自然不肯善罢甘休，当即大呼小叫的玉气从后面急追而过。可韩立根本就没有理会，而是一路玉气飞驰。就像韩立猜想的那样，神风舟的确是飞行法器中不多见的精品。一开始还能听见几人在后面咒骂不已，但没多久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狂奔了数刻钟，身后再无一人。回头见此情形，韩立仍不敢松懈地再飞驰了一会儿，才放慢了速度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，然后用脚尖一点神风舟，人急速地向下飞去。韩立现在状况可并不太好，在组成联合护罩时法力就消耗了一小半，再加上这一阵的狂奔，法力可急需要恢复，否则碰见强敌就麻烦了。韩立这样思量着，人就落到了下方的荒山上，然后将清火杖的毒物一收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一块巨大山石下盘膝而坐。随后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终结的蓝色灵石，开始补充法力，而那驱魂则站在他的身边，帮其站岗放哨。韩立刚坐下没多久，就从天上飞过一道仓皇而逃的红光，后面则跟着5、6道黑蟒、绿光之类的追兵。他们从韩立上方一前一后的急速掠过，显然又是一名杀出重围的幸运儿。但韩立没有理会这一切，而是缓缓闭上双目，将心神沉入到深处。只有心神做到空无的境界，法力才能恢复得更快上一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韩立睁开了双目，耗损的法力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。虽然没有补充满，他也不愿在此刻多停留片刻。看了看天色，现在已接近傍晚，正好借着夜幕溜之大吉。但韩立没有慌着动身，而是将神识缓缓放出，仔细搜索了一下，那些魔道修士果然没有在附近，肯定击溃了他们的伏击后，又去追杀主队去了。想到这里，韩立摇了摇头，以对方的实力，主队恐怕也是凶多吉少。韩立没有再多想，而是放出了神风舟，认准了元武国的方向，和驱魂一起飞天而去。虽然元武国的修士也大半葬送在了越国，但魔道6宗光消化越国修仙界就要忙其数月，元武国暂时还是安全的。韩立并不打算去什么集合地再去追黄风谷的主队，那支逃亡的队伍说不定已经被魔道之人追杀上，现在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况且他原本就有趁此机会另寻他地修炼的念头，再跟着黄风谷逃亡他国，顶多也是一名高级管事的命运。韩立可不愿就此过此一生。若他没有料想错的话，即使魔道吞并了数国，最后还是会整合势力，再和正道盟一战，那时整个天南地区都再无安宁之地。这和韩立想要安静修炼的初衷根本不符。如今他先去元武国避下风头，看看那个传送阵是否能修复，再看看局势到底如何。若是情况糟糕透顶，他打算从这个传送阵直接去其他地方来避开此次争斗。韩立心里默默思量，神风舟化作了一道白光，消失在了天际之间。2日后，韩立兜了一个大圈子，终于出现在了越国和元武国交界之处的上空。他回首望了一眼身后的越国群山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人和驱魂就已经飞到了元武国之内。韩立并不知道，在他刚刚进入元武国的小半日，一支数十人组成的魔道修士队伍也出现在此地，就此驻扎了下来。他们是专门负责此处连绵百里的边界，若有越国修士想从此逃入元武国，自然会被他们半路拦截下来。韩立一进入元武国的地界，就玉气直奔金马城而来。飞行了3、4日后，终于看到了金马城西边的丘陵群。从高空中仔细辨认了一会儿，他终于找到了齐云霄的住处，缓缓地降落下来。韩立从小舟上跳下，往洼地的四周一扫，心里就一凉。只见那7、8间石屋此刻已经东倒西歪，屋前的那些乱石青竹都已经七零八落，被毁去了大半。
这齐云霄所布置的防护阵法竟已被人强行破去。韩立阴沉着脸，手掌一翻，扣上了一件法器，然后才向那倒塌的大半房屋走去。虽然此幕似乎早就发生，但还是小心为妙。靠近了屋子，韩立一间间的搜查起来，结果一间几乎彻底毁掉的石屋内找到了一具腐烂已久的尸体。韩立捏着鼻子，仔细在头部辨认了许久，双眉紧蹙。死去的并不是齐云霄，而是齐云霄那位开店的掌柜中仆。至于其余的屋子，则并没有其他尸体发现，这让韩立稍松了一口气。韩立刚刚搜索完毕，忽然神色一冷，身形闪了几闪，人就重新回到了神风舟上，然后抬手指着南边天空望去。只见南部的众多丘陵上忽然飞出了2道蓝汪汪的强光，直奔这里射来。片刻后，他们就飞到了韩立身前的不远处，接着光华一脸露出了一老一青2人。老者相貌平常，但两眼细长，留着一缕山羊胡子，是位筑基期修士，一脸的惊异之色。另一位则是20余岁的青年，面目倒称得上是英俊，只是双眼充满煞气，恶狠狠地瞪着韩立，但只是炼气期修为而已。韩立不动声色地望着2人，不说一句话，可心里却很清楚，这2人十有八九和齐云霄住处的被毁大有关系。韩立还没有说话，那位青年就忍不住当先喝问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和那姓齐的小子有什么关系？”韩立听了这话，只是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就不再理会，而转脸盯着老者不放。很显然，论修为，这里真正主事的人自然是此位。青年见韩立如此藐视于他，心里恼怒之极。虽然知道韩立是筑基期的修士，但他们家族在元武国可是赫赫有名的几大家族之一，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待遇？况且因为齐云霄的事情，他心中怒火一片，因此一咬牙就将手上的法器放出，但他的手臂刚一动，就被一侧的老者一把拽住了手臂。且慢，还不知道这人的来历，就是要动手，也要问清楚了再说。老者神色如常，他有点疑惑地望了望韩立身后的驱魂，因为他并没有从其身上感应到活人的气息，但却有法力的波动，这就让他有些不解。韩立听了此话，眼睛微眯了起来。这位老者和他一样都是筑基中期的修士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显然看出了他有些不好惹，有了一些忌惮之意。这个地方是你们毁的？道友和那齐云霄是什么关系？是齐家的人吗？老者没有回答韩立的问话，却反而另行问道。韩立微皱一下眉，看来对方不会老实交代，只能换另外一种问法。看来我们谁都不想回答对方的提问，不如这样，我回答一句，阁下也回答我一句，怎么样？省得大家浪费时间。哦，可以。既然是在下提出的方法，那就由道友先问。好，阁下是齐家的人吗？不是。韩立毫不犹豫。听韩立说的这么坚决，老者和青年2人都是一怔，眼中露出了狐疑之色。齐云霄现在是死是活？他还活着。老者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回答了。活着2字一入耳中，韩立顿时放心了下来。